上午9点20分，也就是咱去夏家湾着火现场的时候，吕耿在农行丰庆路支行的 ATM 机上取走了1万块钱现金。监控录像上显示呢，他取钱之后是步行离开的，这也说明了他不可能出现在火灾现场。郭超贵有没有消息啊？有，通过走访呢，我们发现郭超贵几乎同时出现在苏林县，也去了吕耿上网的一家网吧上网。网吧的人说，郭超贵是9点多钟来的，当时开着一辆银灰色的丰田，待了1个多小时之后就直接走人了。根据这些情况显示完全可以确定夏家湾焚烧现场出现的那个男人不但是郭超贵，而且是他自己开的车。郭超贵去苏林县网吧干嘛呀？找吕耿。根据看守所的人反映呢，这2个人平时不怎么说话，也没啥联系，现在居然绑在一起，还真有点不可思议啊。哦对了，网吧的人说郭超贵当时可是一身酒气，这基本上可以断定死者就是郭超贵给灌的。但郭超贵平时是滴酒不沾他的表现可非常反常。大家说郭超贵是个胆小如鼠的一个人，还是个窝囊废。他先刺伤薛峰，再伪造触电现场，再把一个女人和小孩给杀人灭口了，你觉得有可能吗？说不清楚但我有点不大相信局长，专家已经到了。我知道了。我想案卷大家已经都看过了吧？薛峰呢，就是这个案件的主犯。差不多所有重大的事件都是由他来出主意，萧林认可后再交代给王权和鲶鱼头，王权和鲶鱼头再交给底下的喽啰去执行。大家都是心理学专家，你们应该知道一个人的意识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行为。薛峰这个人呢，不仅是智商高，心理素质好，而且他有超强的抗压能力。我们研究薛峰的心理结构，不仅仅是为了找出瓦解他意识的突破口，让他早点交代了罪行，找出一些规律，更是对高智商犯罪和预防犯罪有更大的意义。你们都说说你们的看法吧。我先说。薛峰这个人呢，幼年没什么异常，和林市长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互相抄作业，一起逃课，一起钓鱼。后来呢，又一起考入了南开。在那个时期，他没有什么太出格的异常表现。只是到了85年，离毕业只剩半年的时候，他忽然辍学下海了，连文凭都不要。虽然当时师兄下海做生意，很多人呢都想当大款，可是只差半年就要到手的名校文凭，他居然放弃了。这怎么说，这个行为都有点太出格了吧？后来他经营失败了，穷困潦倒，流落在瑞丽街头，经常挨打挨饿不说，还欠了黑道的钱，一度遭人追杀。为了生存，他冒险当了驼子，也就是替人捎带毒品。这个时候呢，林志航那已经是省委的干部了。当时他跟着一个考察团去瑞丽考察边境贸易，他们俩就在那儿碰上了。薛峰呢，就让林志航替他把一个提包带过检查站，捎到昆明。薛峰当时心里想反正武警呢，他不会查政府考察团的。可是林志航正，他以为薛峰让他带的是一个黄色影碟，所以就没带，而且把他批评了几句。薛峰没办法，
只好自己闯关了，结果被武警查到了，当场逮捕。由于量大，一审被判了死刑。薛峰精神崩溃，跳楼自杀未遂。后来又改判为死缓，在那个云南采石场打坑道。后来又有几次自杀。我呢，专门到云南去查了那个时期的监管档案，那上面详细的记录了薛峰当时的表现。人们当时都以为他是个哑巴，因为自从他进了采石场，就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他干活非常拼命，多次累得休克。但是他这不是有意表现或者想立功，他纯粹是一种想消除内心痛苦的一种方式。他待人非常冷漠，毫无同情之心。一次，一个人的这个胳膊被卷扬机卷得粉碎，恰好这个时候他路过，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也没报告，结果这个人大出血死了。我认为薛峰的整个心理结构开始发生扭曲变形，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恨所有的人，毫无同情之心。后来由于坑道爆破出现了事故，薛峰他第一个冲了进去。他本来是想自己炸死算了，可没想到排爆顺利，炸药引信解除了，还救了几个人，其中有2个民警，属于重大立功罪。后来又有几次减刑，到最后他坐了11年就出狱了。再后来，由于各种机缘，他成大款了。他掌控的银丰集团横跨房地产、IT、制药业好几个行业。这要是普通人，肯定会非常珍惜现在的这一切。可是薛峰不，他毫不在乎钱。回到南石，他主要精力全部用在了坑害林志航身上。他不惜花费大笔的资金来套林志航，制造了多起重大责任事故，让林志航有嘴难辩。当初林志航完全没有坑害薛峰的故意，只是劝薛峰要走正路而已。可是薛峰他思想极为狭隘，他把一切都归咎于林志航身上，认为他自己所受的一切痛苦都源于林志航，所以他把报复林志航，要让林志航身败名裂作为他的毕生目标。他的这种思维逻辑完全符合精神病学当中的马斯威利病患者。这种病人脑激素异常增加，肺区结构错位，多巴胺分泌极端的不平衡，所以他在一般事物上精于计算，心理非常缜密，逻辑性强，显现出了高智商的特点，但往往在某些问题上表现的逻辑非常混乱，语理不通，而且呈现出极端固执和无法理喻的现象。我说一点看法。从薛峰的行为逻辑来看，他的人格构架和心理趋向是不正常，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认为呢，单纯从心理学的角度，还不能完全识别出他的荒唐行为，至少嘛，不能完全合理的解释他犯罪的初始动机。我们都知道这个意识决定于行动，可是意识不是凭空出来，它是和一个人的生理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了，
人的大脑中欧达细胞的多少和四氧化铂珍的浓度，完全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性格，是积极向上还是消极保守。而丘脑中阿尔法垂里的浓度，甚至会决定一个人容不容易自杀。所以我想啊，薛峰这3方面的因素它都存在。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临床医学的角度，从薛峰身体条件的特质来入手，也许能够给我们打开一扇通往薛峰精神世界的大门。您是不是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是的，我们研究所呢和第一人民医院有项目的长期合作。前几天，薛峰被螺丝刀扎成重伤，到医院施救。院方呢从他身上采取了大量的生化材料，包括血液、尿液、唾液、淋巴液，还有胃液、胆汁等等，还有从受伤的脾脏中做。我们运用先进的设备和生化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检测，从他的肝脏沉积区中分离出一种奇怪的物质。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和分子排列顺序十分奇特，我们在过去所有的检测中都从来没有见过。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妈，我给你浇花呢。我知道妈妈在想什么。妈妈也知道浩浩在想什么。我就知道妈妈知道我在想什么。浩浩，别浇了。有些事呢，妈没有办法向你解释。妈妈和爸爸的事，你太小了不懂。但是妈妈决定了，就不回头了。这是戒毒手册，共50条，好好学学。把它背过了，后天我来考你，要是考不过就扣你1个点。还有，大家斗殴扣1个点，私藏东西扣1个点，不按时作息也扣1个点，明白了吗？点是什么意思啊？这里头都有，好好学习。嗨，这个啥？明妹，我们这里边没人叫名字，都叫代号，你也起一个吧。在动物里边找，比如我叫狐狸，他叫袋鼠，他叫豪猪。我又不是动物，我就叫林妹。不是动物是啥？现在全是动物。你还敢让你打？怎么了？干嘛呢？没事啊，好好的。打你了他们？没有。脸怎么红了？黄金过敏。真没事啊？没事。
不要打架了啊，老实点的。环境过敏，算你识相。我警告你，我才不怕你！你要再敢打我的话，我让你吐血！死丫头，你还敢嘴硬？你到了这种地方，还端你的公主架子呢？谁不知道，你老爸林之航，他早就不是市长了，他现在诸葛东里。我们啥都知道，你啊最好规矩点，免得我们豪猪可是会扎人的。想戒烟，傻。抽上的没见过戒掉的，我都进来7、8回了，那出去抽得更凶。我劝你顺着他点儿，起码这几个月混得安生，免得受皮肉之苦。要不这样，我给你起个名儿吧，叫鹌鹑，咋样？我叫狐狸，太奸诈不好；他叫袋鼠，太恶心了，就叫鹌鹑，是吧？不错吧？我偏不叫，你们看着办！压死你！你就别进去了，两个女人之间还好说个话。你是超贵的爱人肖月娥吧？我是廖芳华。你们的人已经来过很多次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方便我进去看看吗？你儿子不在吗？还没放学。局长快看，快要让我出门呢。这是做什么用的啊？儿子作业太多，学习的时候眼睛离得太近，超贵就做了这个架子，顶住肩膀，怕儿子近视。这是做什么用的？我儿子体育课跳高成绩好，老师说破了全市中学生的记录就能加分，超贵就缝了这么个东西，说绑在腿上能长腿劲儿。超贵的事儿，你怎么看啊？你不是说看看就走吗？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你们的人不是都说了，郭超贵参与犯罪集团，杀了好几个人，畏罪潜逃。你觉得他会这样做吗？会不是我们冤枉他了？我一个小老百姓，说话顶用吗？你们的人都是干这个的，说证据充分，绝对没有问题。你是局长，今天既然你来了，那我就问问你，你说呢？有没有冤枉？他真的杀人了？坦率地说，我不确定。不过说实话，我不太相信，一个对儿子那么好的父亲，怎么会做这种事儿呢？我也不相信，但是我又拿不准。既然咱们俩都相信他，现在只有你说实话才能帮助他。那我就不隐瞒了。超贵他感情不专一，他出轨了，有个相好。他有相好的？那个女人有孩子吗？3岁多，男孩。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让你看看我们家里。这家里根本没什么开销。
我们俩也没什么开销。但是我发现他四处借钱，就让我给倒点水喝。哎，不用了，不用了，太客气了，坐吧。有一回，我上他二姐家里借东西，他二姐悄悄跟我说，超贵2次跟他借钱，一次5000，一次8000，一共13000。这钱花哪儿了？不知道，还不让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他有个相好的？我跟踪他。郭小鬼怎么说？那女的是谁？他就是他是一个朋友。我说你同情谁不行？你同情一个发廊女，你老婆穷成这个样子了，浑身都是病，你不同情，你去同情一个风骚女人。我越骂越伤心，越骂越伤心。海东，丰东路东东美发店，赶快过去看。要真是这么回事的话，郭超贵不但刺了薛峰，还包二奶，又制造了杀人焚尸案，这回可热闹了，整个南市非轰动不可。局长，美发店的老板呢叫吴瑶琴，29岁，已经失踪好几天了，身高和夏家温的死尸差不多，很可能是他。技术科的人说呢，死者可能是个农民，但吴瑶琴是个地道的南市人。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的母亲，他母亲说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吴瑶琴从小就不爱学习，专门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经常逃学。初中的时候呢，就开始化妆，说还说不得，一说呢就好几天不回家。后来他母亲再婚，吴瑶琴和他继父合不来，经常吵架，动不动就骂他继父是地老鼠、窝囊废啥的。后来干脆偷了家里的钱，离家出走了，在外面和那些地痞流氓混，做过好几次人流。后来就开了这家美发店，随便找了一个男人结了婚，结婚的时候连招呼都没和家人打。所以如今基本上没啥联系。这个男人的情况你们了解了吗？叫周丽，挂了号的吸毒人员。07年呢，因为盗窃判了1年半，出来以后就到处混，没啥工作。2个人有个儿子，但夫妻感情不是很好。周丽平常都不在家，估计郭超贵就是趁虚而入的。查没查周丽在哪儿？薛峰在看守所出事之后呢，就没人见过周丽了。关于他们的儿子呢，邻居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根本就不是周丽的，是吴瑶琴在外面偷人生，这才导致了夫妻感情不和。反正这事就连吴瑶琴的母亲也说不清楚。那吴瑶琴身上那么多伤是怎么回事？也有好几种说法。他母亲说呢，早先吴瑶琴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干过很多违法的事儿，那些地痞流氓爱争风吃醋，是他们打的。另一种说法是吴瑶琴去过青海、新疆，挖过冬虫夏草，翻过几次车摔的。当然了，也有人说是周丽打的。那也就是说，吴瑶琴和黑社会有牵扯，或者说他知道了郭超贵的犯罪事实，被郭超贵给杀人灭口了。
有这种可能啊。或者是他和郭超贵的事被萧月娥知道了，郭超贵想撤，吴瑶琴不同意，要挟郭超贵，导致郭超贵杀人灭口。反正说1000道1万呢，我还是感觉啊，郭超贵干不了这事儿。你想想，这么蔫不出溜的人，能干这么大的案子吗？除非是抓到郭超贵，他亲口承认。没错，我跟你想法一样。我觉得郭超贵干不出来这种事儿。啊，我们已经安排人呢去找周丽了，他应该知道吴瑶琴的详细情况。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周丽千万也别被干掉了。局长，张队，我找吴瑶琴的牙医记录，经过和夏家湾焚尸现场的尸体比对，根本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没搞错吧？那夏家湾的女尸到底是谁？这事儿有点意思啊。吴瑶琴有可能没死，也有可能她跟郭超贵一起去逃亡了。我还总觉得这吴瑶琴和吕耿关系匪浅啊。吕耿这头啊有新情况了，这小子可真不一般啊！他这银行账户啊早就查过了，没啥问题。但是我们刚刚发现，这小子居然是王朝商务会所的 VIP 会员。这家会所啊可是南市顶级的，光年费啊就给28万8，消费更是吓人。吕耿呢是那儿的常客，5折下来呢，每次少说也得2、3千块钱吧。哎，你说他一个电工，一个月的工资呢也就1400块钱。他的未婚妻呢是县邮局的投递员。哎，你说离不离谱？他和郭超贵有没有金钱来往？还真有，虽然在看守所里啊看不出来，但是我们了解到08年所里分房子，也不是啥好房子，旧的，就这郭超贵都拿不出钱来，打算把指标让给别人。吕耿一把就借给他8万块钱，到今天还没还上呢。哎，我怎么记得你跟我说吕耿是08年秋天去的呢？没错，在那之前呢，他好像也没啥正经工作，他哪来的那么多钱？你想啊，要是2个人的关系不铁的话，才认识2个月，能借给他那么多钱吗？看样子我们真是小看了郭超贵啊。我估计啊，除了钱之外啊，郭超贵肯定有什么把柄在吕耿手里头，所以吕耿让他干啥他就干啥。这个吕耿和吴瑶琴的关系你查了吗？还没有。吕耿玩这么大，肯定是有后台的。哎，他会不会是萧林安排在看守所里的钉子？现阶段萧林没有必要去杀薛峰啊，这一点我实在是想不通。吃药了。
嘿嘿，嘿嘿，嘿嘿。